我现在是在用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在切换车道，哇，真的是很 impressive， 我跟你讲。我可以讲这个是我试车生涯里面我开过最好开的车，最舒服、最淡定、最自然、最 effortless 啊 ，you know。你知道有些车子啊，我们说我们说5 Series 或者你说7 Series、S Class 还是别的 brand 都好，你会觉得你在开着一艘船，或者是一个战舰，可是这辆车子你在开着一个宇宙，你在 holding 一个 universe， 这样子的感觉，它完全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那种感觉。Crazy is crazy， 你 imagine 不到一个这么重的房车，一个这么大辆的车子，在加速的时候竟然可以给你有一点跑车的感觉，我觉得它真的是一辆相当 balance 的车了。OK， corner。我现在坐在的是 Rolls-Royce Ghost Extended 的后面。So Ghost Extended 比 normal 的 Ghost 长了170个 mm， 所以你看我的 leg room 是 ，Oh my God， I can't describe。你看它的 leg room 是非常的宽。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吧，车子有分 segment 的嘛，就是有 D segment、E segment、F segment。所以如果你要分 segment 的话呢，其实 Rolls-Royce Ghost 它是属于 F segment。So F segment 里面呢有什么车？有我们说最畅销的有7 Series、X Series、S Class。或者是奥迪 A8 等等，这些都是属于 F segment。可是呢 ，Rolls-Royce 呢，它是属于 F segment 里面的 Ultra Luxury。So Ultra Luxury 的 segment 里面有Phantom、Ghost、Flying Spur， 还有 Maserati Quattroporte。But when it comes to Rolls-Royce is Rolls-Royce， 它只是在尺寸上面属于这个 segment， 但是在方方面面是其他对手是很难可以跟它来的。所以它到底有多长呢？它的 wheelbase 是3465 mm， 所以它远远的比这个 Flying Spur 还要长。所以这个是我试坐过的房车里面第2长的，所以它跟我之前第一次试坐的Rolls-Royce Phantom 只有差一点点吧 ，less than 100 mm 啦。You know， 我最喜欢 Rolls-Royce 的后座就是它的这个 headrest 啊，哇，它的 headrest 躺上去就是好像床上面的枕头这样软，你知道吗？松软啊 ！Oh my god， 这辆车子它用的颜色是 navy blue，navy blue 的 stitching， 再加上 cashmere grey， 所以它是一个深蓝色加上这个有点米色 cashmere 就是羊毛的一种啦，不过它不是羊毛，它是 Cashmere Grey。 再来啊，这辆车子它上面是有这个星空顶 ，even 是现在大太阳哈，你看你都看得到它的这个星空。OK， 现在车子加速了，这个 World First Planar Suspension System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你好像在坐船，好像在坐飞机，总之你就不像是在坐车就对了。所以in terms of 它的这些 features 啊，像它这边有这个picnic table。So 透过这个 picnic table， 你可以去做一些 entertainment 的东西，才有 television tuner。So even 这个picnic table 打开过后啊，我要翘脚都可以，给它到底有多大嘛？然后后面这边呢有这个冰箱，里面有放香槟杯等等，旁边有这个 Rolls-Royce Bespoke Audio。So Rolls-Royce Bespoke Audio 啊，我觉得是整辆车子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是有1300瓦18个 speaker。所以可能你会觉得1300瓦13个 speaker 好像不是很厉害罢了。可是 Rolls-Royce 厉害之处就在于4梁拨前进，它可以用比人家小 power 的 amplifier， 它就可以制造更强的这个 bass。因为他们讲求的是 acoustic response， 就是声学反应。所以根据声学大师的鉴定呢，一般上车子我们说 audio system 最难做的就是它的窗口，因为窗口是传最多声音进来的。所以要怎样让这个窗口能够有这个noise reduction 啊？他们就用了 double glazing 的这个窗口，它有6mm thick、6mm 厚的这个窗口，2层的。音响有时候是共振的问题啊。你看上面的星空顶这些啊，它其实都是有小小的 speaker 在那边的。你这车门一关上过后，你就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
另外一个 space。你存在于这个空间，可是你在存在于这个空间里面的另外一个空间啊！你看 ，even 是这么斑驳的路啊，它下去的时候那一下是好像水床一样的嘛，你 just 整个人就是 follow 那个 flow。你知道吗？其实我不是很想对着镜头讲话，因为没有啊，你就是不想讲话就对了，你是想一直看着前面，它的整个加速是很舒服的，它不会说哇，它的贴背感是缓缓的贴背，而不是那种这样子的，你懂吗？因为它不是 sport car、super car， 它是Ultra luxury 的 experience。 很明显的，如果你有机会，你有能力坐来这样子的车，我相信跑车对你来讲已经是囊中物，或者你可能有很多辆跑车了。所以你坐在 Rolls-Royce 的后座，你要的 experience 就是一种超然的地位啊，一种超脱于世俗，不是讲求 horsepower， 不是讲求 Newton meter， 你要一种气味，你要一种触觉上的、嗅觉上的、听觉上的、味觉上的，就是你的所有的五官，你的任何一个器官都让你感觉到自己是很舒服，而且这种舒服不是浮华，不是浮夸的。Post opulent 讲求的是你要很淡定，不去炫技。可是，在不炫技的同时呢，当人家看到你的时候，人家知道你是谁，人家知道你有什么料，人家知道你从哪里来，而不是一味的去夸耀说自己多厉害，自己多强，自己多有钱，还是这样子。No。所以你问我的话呢，当然，它跟我第一次做的 Phantom 是有差别的，因为 Phantom 的高度方面还是有一点点的分别的。所以这辆车呢，我觉得它的整个尺寸上就是比 Long Wheelbase 的7 Series 还要再 long。But 我们讲7 Series 是因为主要是 Parent Company 的关系，不过它的底盘是 Architecture of Luxury， 就是一个全铝合金的底盘。So this is the new Rolls-Royce Ghost Extended。它的税前不含任何附加选项的起步价从165万起我知道你会问代小过多少钱，我们阿嘎罢了哈，大概至少都要300到400万左右你选配什么东西是很大程度决定了它的最终售价。那300-400万的房子随处可见，但是一辆有4个轮子的移动城堡倒不是很常能够见到。我不久前曾经在 Rolls-Royce Motor Car Kuala Lumpur 的 showroom review 过一辆 Premier Silver 银色的 Ghost Extended。所以今天随着我出来的这一台呢，它的颜色叫 Midnight Sapphire， 就是深蓝色也配合了这辆车子，我就穿了这个颜色的衬衫。你可能觉得这个 New Ghost 的车头跟前一代的 Ghost 长得很像，可是根据 Rolls-Royce Motor Cars 他们说呢，这一代的 New Ghost 跟之前的只有2个东西是一样的。第一个就是它车头的 Spirit of Ecstasy， 还有车门板里面的 Umbrella， 所有东西都是经过重新设计了的，像是这个 Laser Light 大灯，还有 Illuminated 的 Grille， 所以它在晚上的时候有非常多的 LED 光源组，可以形成一个光源瀑布这样子的感觉。然后这个是 Ghost Extended 嘛，所以它的车牌版这边是用了 Chrome。如果是普通版的标准轴距版的 Ghost， 它这个地方就是跟车身一样的颜色。这个车子是目前Rolls-Royce Motor Car 旗下第一款以 Post Opulent 以约玉帛来 design 的一辆车，所以它走的是有一点 minimalism 简洁简约风。跟上一代的 Ghost 不同的是，这个 New Ghost 它采用了 Architecture of Luxury 的平台，也就是和 Phantom X还有 Cullinan 相同的全铝合金平台。所以这台车子它是长轴距版本的 Ghost， 所以它的车身长度是5715mm， 车身轴距3465mm， 也就是比标准轴距的 Ghost 长了170mm。所以其实这辆车子跟标准轴距版的 Phantom 已经相差 less than 100mm。从刚才我走过来这边，它车头到车尾有一个叫 Single Coach Line， 就是手绘腰线，然后它的颜色是 Cashmere Grey， 这样子一笔从这边一直滑
滑到这边，所以间中是没有断的，所以这个东西这个腰线本身就是价值连城了。再来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一个 polish wheel， 非常闪亮非常厉害的一个 Sport Rim， Rolls-Royce 的 WR logo 是一直处在一个水平线上面的。整辆车子啊，你几乎在它的侧边这边看不到任何的接缝，因为它是 one piece 这样子的概念来打造的，然后它需要4个工匠同一个时间一起去焊接，所以这个不是一般的车厂能够完成的东西。车头有 Spirit of Ecstasy， 有 Illuminated Grille， 有 Laser Light， 可是车尾就相对的简单，因为它的车尾灯是几乎是一体式这样子的，所以我看很多人留言说，这个 New Ghost 的车尾好像太过简单了。这个就是 Porsche Opulent 的理念，就是让你用最简单的东西去勾勒出车身的 shape， 它的 body shape。就跟我之前介绍的 Phantom X 一样，这个 New Ghost 呢，它也有这个 One Touch 的关门的功能，你只要轻轻一推，它就会收进去。那如果开门的话呢，最好车主是看一下后面啊。所以我们讲到 Rolls-Royce 啊，举世闻名的就是它的这个 Rolls-Royce Umbrella。一般上 Rolls-Royce 车款标配的，又讲一般上，正常的 Rolls-Royce 车款的颜色都是黑色的，可是车主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搭配出雨伞要的颜色。像这一把雨伞呢，它就用了跟内饰一样的 Navy Blue 加上 Cashmere Grey 双色调的一个雨伞，所以这个雨伞不简单啊，因为它是放在这个地方的，就是可以起到保护乘客，有一个防撞的作用。所以我们把它打开，这雨伞是第一次打开啊，OK， 轻轻的推。OK， 所以以后就这样讲车就好了。OK， 所以这一把雨伞呢，其实你要选配它是要另外再付钱去加上这个颜色的啦，它是一个非常优雅、非常 premium 的一个配色来的。所以把雨伞收回去。OK， 它有一个 clip 的 ，OK，clip 下去，搞定。打开，我们再把它放回去。有掉一声啊 ，OK。当我们把雨伞放进去之后呢，你就会从画面上看到它的门非常的厚。那一般的车子车门可能是这样厚罢了，可是它又多一层这个，再加上门板里面内衬这边又多一层，所以它是1层、2层、3层。开门，所以你一坐进去的时候呢，你整个人是陷进来的，凹进去的。OK， 我们现在要关门一样，我的手还是拉不到 handle， 我就按这个 DOOR 的 button。它就会非常用力且非常温柔的把门吸附进来。那最特别之处就是这个 New Ghost 啊，它有 effortless door。你看现在开了，我的手在 handle 这边，我轻轻的推，不是推了，我用力罢了，它就用 electrical 的功能。OK， 我叫它停了就停，我叫它走了就走。OK， 所以我要关的话，一样按这个 DOOR 的 button。Ghost Extender 比标准轴距版的 Ghost 长了170mm， 然后它就是比标准轴距的贵了大概20万左右吧，20万is nothing 啦。所以这台车子 basically have everything， 它有 massage seat， 它有 picnic table， 它有 Starlight headliner， 就是这个星空顶，还有 Rolls-Royce Bespoke Audio， 它这边还有这个冰箱 refrigerator。有一个东西要强调的是，因为 Rolls-Royce 是一个讲求隐私的，所以你会发现到我一坐进来过后呢，其实我的头部呢是给这个 pillar 跟这个小窗口可以遮掉了的。当然它没有像 Phantom 遮到这么彻底啦，所以你还是看得到外面的人还是可能可以看得到你。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要 100% 那种苏丹等级的那个，就要去到 Phantom。OK， 这边照镜子没有记错，新的7 Series 好像也有类似这样的东西。这边你可以看他们把这边有这个 Spirit of Ecstasy 的浮雕，另外一个 level 的东西啊。所以正常情况下呢，当你上了一台 Rolls-Royce 的驾驶座，你的手是关不到门把的，而且这个门它还没有开到完呢。我把它开到完的话，你是不可能动到它的。我记得上一次我驾 Phantom 的时候啊，它好像在这个地方它有 button 可以给你把门关起来，可是新的 Ghost 呢就设计在这边，所以你只要轻轻拉这个 handle， 不是 handle 啦，这个 button。OK， 在我开始讲之前，现在是10点36分，窗外大概是30度这样子啊，所以好像国索纳这样，我就先启动这个 V12 的引擎。Surprising right， V12 引擎 suppose 启动的时候应该是要轰隆隆作响的。
可是这个引擎呀，它是一个非常温驯、非常斯文的一个 V12 Twin Turbo Engine。它跟我之前在 Rolls-Royce Motorcar Kuala Lumpur 介绍的那一辆 Ghost 不同。那一个呢，它用的木是Circassian Walnut， 这一台呢就是 Obsidian Ios 黑曜石非洲柏木，黑色的非洲柏木这样子。然后它不是那个白木的白木啊，它是白色的木。然后这一台跟我之前介绍的最大的不同是，它多了 New Ghost 的招牌菜 Illuminated Fascia， 就是这个有850颗星星所组成的星空饰板。这个饰板也是价值不菲啊，它这个选配到来没有几万块是很难拿到啦。再来这边有这个 Rolls-Royce 的钟表，然后下面有写着 Rolls-Royce Goodwood。像我之前讲的，我非常喜欢 Rolls-Royce 的 design， 就是即便它已经发展到2021、2020年了，它的这些东西还是相当大程度的保留了实体的按钮。最明显的就是它的 aircon， 这个风扇的大小是有实体的旋钮，还有冷气的温度也是用红色跟蓝色这边来显示的。再加上这个有 Spirit of Ecstasy 的旋钮，让到你的手不需要去 touchscreen 也可以控制它的这个东西。再来就是它有一些很细节的东西，可能很多人没有发现到，就是好像它的这个看起来好像是 chrome 了，对不对？可是如果你用手指去，非常清脆，非常响亮，因为它不只是碰上了 chrome， 它整个东西都是 aluminium 这种 type 的。然后这个东西是开 aircon， 关 aircon， 开 aircon。它用的是 navy blue 的皮革跟 navy blue 的缝线，再加上 cashmere grey 的配色，所以蓝天白云这种感觉给你有种在大海的感觉。然后 steering 也就是一样，非常的就跟最新的卡利嫩非常的像。basically 是同一个 steering 啦，然后它有拨杆，所以你的这个 PNRD 全部是在这边的。OK， 好像 Mercedes 是这样啦。整体上，我觉得每一辆 Rolls-Royce， 无论是我之前介绍的那个 Circassian Walnut 的，还是这个用 Obsidian Ios 白木的，它都是非常的尊贵啊。这辆车子驾起来它很轻盈啊。你知道你开着一个 V12 引擎 6.75 升这 V12 Twin Turbo 引擎，你可以有轻盈的感觉，是很了不起的。有一个 Rolls-Royce 专有的名词叫 Waftability， 它是 Rolls-Royce 注册了的一个有点专利的名词，所以它的意思是 effortless movement， 就是你可以用最少的力气去驱动一个庞然大物这样子。再来过一个 speed bump， 哇 ，My God！ 你不觉得你在过一个 speed bump， 你好像在过一个有一点起伏的路段这样子而已。才有 brake。你真的像在驾一个 E segment 罢了，因为它是一个 ultra luxury 的 F segment 房车。它是 6.75 升这 V12 Twin Turbo with 8速的自动变速箱，它有563个 horsepower with 850个 Nm。Most importantly， 它的850个 Nm 只要1600 RPM 起，它就可以 generate 出来这么多的扭力。所以850个 Nm 让到这辆2530 kg 的车子一踩油，轻轻松松罢了。当然being a Rolls-Royce 它不是强调0 to 100或者0 to 200，这不是它强调的东西。它强调的是能够怎样让你在不感觉到力量的同时，给你充沛满满的力量。这感觉真的很奇怪，你不像在开一台车子，你知道意思吗？你像在开着一辆大型的 speedboat。我现在在160。你不觉得你开着140、160 until 你遇到了一个有一点弯的这个道路这样子，你才会 feel 到哇，车子好像
需要有比较大的 movement 这样子。即便是我刚才已经超出我可以掌控的那个速度了，我还是觉得你不会害怕了，懂吗？因为这辆车子它的 Aluminium chassis 还有这个世界首创的planar suspension system 啊，它有一个叫 upper wishbone damper 这样子的系统，所以 basically 呢，它的 concept 就是它用避震器去避震它的避震器。一般车子的避震器是用来让车子可以能够避掉路面上的震动，可是它的避震器是用来避震它的避震器，再来避震路面上所传来的震动。Is another level， 更上一层楼，完全是不同的东西啊。如果你觉得 Rolls-Royce 这个 V12 Twin Turbo 还不够力的话，这边有一个 Low Mode， 你按下去 is equals to a Sport Plus with acceleration。180-200，哇，pew pew 赢啊 ，pew pew 然的感觉。你知道这个Cyberjaya Putrajaya 这个 area 啊，它的路是它不是这么顺的，所以真的是你开着这个很快的速度啊，比如说你 change lane 啊，你换 lane 啊。它是它的整个 movement 啊，它是虽然它这辆车子很大辆很长没有错，可是你在移动的时候啊，它是缓缓的，不急不徐，非常淡定，非常从容的换 lane， 真是小菜一碟，你懂吗？你知道，当我们讲到车子很长，轴距很长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很难驾，可是没有，这辆车子开起来，无论是在小路。一个 U-turn 一个 roundabout， 还是你去到大陆才有。哇 ，spaceship 啊！这个 suspension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这一套系统比它再上一个 level 的 Rolls-Royce Phantom 8都没有这个 planar suspension system。Even Cullinan 也没有这样子的东西。So 4-wheel drive with 4-wheel steering with planar suspension system with 6.75 liter V12 twin turbo engine is 不懂怎样去形容它的美好啊，它的威力。你知道这个引擎叫 BMW N74 B68 引擎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一具 V12 engine 啊，它即将在2023年之后就停产了，所以我们都知道未来会有 Rolls-Royce Spectre。所以 before Spectre， 我相信这个 6.75 liter V12 engine is last dance 了啦。我不确定未来还有多少辆 Rolls-Royce 还会用这个 V12 的 engine， 在 Rolls-Royce Spectre 来临之前。我不知道，因为在我过去2-3年的试车生涯里面，我开过的 V12 引擎的车子其实不算多，就是 812 Super Fast，I mean 12 cylinder 的车子我开过812 Super Fast。Bentley Continental GT W12， 所以你知道 BMW 的 V12 engine 啊，有非常久远的历史，所以这个 N74 V12 引擎除了用在它之外，也用在 Phantom， 用在 Cullinan。当然你说 BMW 的话 ，N74 就是功率输出不同的版本，用在 BMW M760Li。But 这个 N74 引擎放在 M760Li， 它是一个 M Performance 车型，所以它的引擎声浪、排气管都是轰隆隆，非常的暴力，因为 being 最 aggressive 的7 Series。But 这个 BMW N74 引擎放在 Rolls-Royce 身上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啊，因为它不是让你来彰显你的动力，它不是让你来炫耀你的马力扭力的，不是，它是让它达到 Rolls-Royce 的 walkability。当然了，你开这 Rolls-Royce 呢，有一个东西是心理暗示啊，因为其实你不太会看到你的方向盘的，你看到的是你前面的这个女神啊 ，Spirit of Ecstasy， 所以它这个女神下面呢就有这个雷达侦测，所以它有一个叫 Flag Bearer 的侦测系统，然后它的这个 suspension 呢它的这个
transmission 呢，它是有卫星定位的系统，所以它能够提前知道车子前面是起伏还是高低的路段，它会提前为你做准备，而且这个侦测也会提前的给你扫描路况，让到你去适时的去调整你的 suspension， 因为它是一个air suspension system， 只是跟一般的我们说什么 BMW 还是 Mercedes 不同的是，通常他们的 suspension 都有几个 mode 的，comfort mode、eco mode、sport mode， 这个 suspension 是你不能够去 setting 它的。呀，你不可以说我要 Sport Mode 的 Suspension 没有，因为他已经帮你安排好了，这样他已经帮你安排好人，帮你开门，帮你关门 ，serve 你，递水给你，你不用自己来的很多东西，所以它是一个真的是不同档次的一個東西啊。OK，so 歡樂嘅時光過得特別快，又係時候講拜拜。先我把車子停好來先。喜欢影片不要忘记分享、按赞、订阅，未来会有越来越多、更多的这种 Ultra Luxury 的车子。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你可以看到一些幕后花絮。And cut。你知道 Rolls-Royce 经过这么多年的进化，这么多年的进步，我觉得它有一个东西跟别的汽车品牌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别的汽车品牌那时候 mass production 的，他们跟客户的距离是我觉得是相对没有这么 close 的。客户太多了，你知道吗？你有1万、2万、10万、100万的客户的时候，你到底要听谁的意见？那谁的意见是好的？那些讲硬的人是好的吗？那些人想要soft一点的是好的吗？ You don't know。可是 Rolls-Royce 呢，因为它的客户是相对 limited， 相对的精英阶层，相对的有限的。 所以就是 Rolls-Royce 他们跟客户们的关系是非常 close 的，所以他们会聆听说前一代车主、上一代车主他们的意见是怎样子，而这种车主的意见去找到一个平衡点。那可能很多人听到 Rolls-Royce 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是 V12 车子很大辆，东西很阿大，上面有星空顶，有 massage seat， 有 bespoke audio， 有这些 aluminium 的东西，这些很 details 很 fine 的东西，很 craftsmanship 的东西。可是你问我的话，每当我想到 Rolls-Royce 的时候，有时候不是车子本身是这个 brand itself。Rolls-Royce Motor Cars，I have to 强调 Rolls-Royce Motor Cars，because when 你讲 Rolls-Royce，它也代表了它的飞机引擎制造商，因为 Rolls-Royce 是有做aviation 呢，就是航空领域的。 所以我要讲的是Rolls-Royce Motor Cars 他们的负责人、他们的技术人员 technician、他们的 marketing 部门，跟我接触过其他的汽车品牌是很大的不同的。我之前做过几次的这个 walk around showroom 的 review、preview，他们的给我的那些 media material 都是非常足够的，甚至画面的 B-rolls、footage everything 都是准备到很充足的，而且他们也会聆听我的需求，我需要怎样去测试这辆车。 我需要坐在后面，以一个 passenger 的角度，需要以一个单车力的角度去做我自己的 review。那我需要驾车，我需要走什么路线，我需要怎样去才能够 fully experience 一个 new Ghost。他们也针对 bespoke 了这一套的这个 media test drive 的 itinerary。所以 一个车子有时候它的价值并不是在于车子本身了，它是在于它的 brand、它的服务水平、它的文化、它的 culture、它的 everything， 就是 details and details and details， 就是不是为了做而做，不是为了设计而设计，不是为了美而美这样子。所有的东西它都是很就是很人性化就对了。 你看你的脚现在踩这个是这个嘎贝是 lamb smooth 就是羔羊毛。哇！首先我要求司机把车子驾到比较 aggressive 一点，就是动作比较大一点。你感觉不到速度，你知道吗？车子去到很快，你还是觉得窗外的东西是很慢的，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 Ada. Ada.